据观察者网报道，美国白宫首席科学顾问普拉巴卡尔在受访时表示，在未来几年，美国将与中国就 AI 系统安全议题展开罕见合作。在普拉巴卡尔提出这一决定的同时，正值王毅外长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进行会晤，美国在此时放出消息，其中的隐藏含义不言而喻。普拉巴卡尔表示，尽管中美在 AI 领域的贸易紧张，特别是在敏感的技术领域，但是美方为了与中方在该事宜上进行接触，已经采取了措施。美国与中国合作是非常必要的。普拉巴卡尔指出，两国会共同努力降低人工智能的风险，同时评估人工智能的潜能。普拉巴卡尔同时强调，虽然中美两国在某些监管方法和价值观上存在分歧，但是两国也有很多可以达成一致的事情，而 AI 软件的全球技术与安全标准就包括在内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美国在去年8月宣布了对华投资限令行政命令，严格限制了对中国敏感技术领域的投资。然而，不到半年时间，白宫首席科学顾问就发表了美国要与中国就 AI 系统安全议题展开罕见合作的声明。美方的态度突然转变，背后的原因不由得让人深究。在美国颁布了禁令不久，便意识到了严重的后果，特别是在科技和经济领域的原材料短缺，一度让美国的科技产业陷入危机。同时，投资禁令也让美国无法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，利益损失惨重，而且还对中美的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产生了负面影响，进一步加剧了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。在意识到后果严重之后，美国商务部宣布解除了对中国科技产业的投资禁令，并表示愿与中国加强合作。此外，去年11月，英国召开了首届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，在会议上，包括中国、美国、英国在内的28个国家共同签署了布兰切利宣言，并同意通过国际合作建立 AI 监管方法。而且在同一个月内，中方高层在美国旧金山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。拜登表示，两国在诸多领域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，包括气候变化、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。拜登同时强调，双方要充分利用各种领域恢复建立的机制，开展禁毒、司法执法、人工智能、科技等领域合作，共同推进互利合作。不得不说，虽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频频作妖，而且在很多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，但与中国保持合作的意愿也非常强烈。此前，中美在气候会谈中取得了成功，两国也在气候变化方面取得了一些合作成果。如今，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看， AI 有望成为又一个具有潜力的合作领域。同时，站在全球视角，中美两国是 AI 领域的技术大国，如果可以在该领域达成共识，对于全球层面的 AI 治理都极具意义。尽管中美之前存在一定分歧，但是加强交流和对话，充分发挥两国的优势，共同推进人工智能的安全治理，是中美之间有效的合作路径，也能促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。